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son 啊。那今天我们又來看一場跟這個很久沒有見的英雄，對，很久沒有見的英雄。那通常這種很久沒有見的英雄啊，都是那些已經因為時代的關係已經很少人用的那個英雄。那這次我們打的英雄是誰？就是這個吸血鬼，對，吸血鬼啊。那吸血鬼100等吸血鬼。那今天我們就來開一場跟這個100等的吸血鬼打了這一場比賽。對，那吸血鬼啊，如果大家記得的話，如果你是一個比較舊時代的玩家的話，其實吸血鬼啊是很明顯是一隻以前呢大概是又是10年前嘛，是一個完完全全的 meta 了很多個版本的一隻英雄來的。基本上啊，所有的一些高手也好，或者是什麼一些專家也好，他們都會用這個吸血鬼，而且吸血鬼啊也是這個 Lost Ark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啊，我覺得就是它出的時候，基本上你就每個人都會，你基本上會看到每個人都在用。那而且啊，它也代表着一個時代吧，要我來說的話，因為基本上它的存在就算是改變了一個 meta 的打法吧。因為如果你有印象的話，或者是你是一個舊一代的玩家，你當時只要一抬頭看一下天空，肯定有10以上吸血鬼在飛，對，那所以的話，這次啊，我們就來開場跟這個吸血鬼以前的 meta， 現在的冷門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，對。那一開始前呢，也是那句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先訂閱一下，謝謝。那我們先說一下題外話吧。那這個玩家好像是一個實況主來的。那說起實況主的話，那就說一個題外話，就是我打算了，就是我算一下那個素材，原來啊加上來的話，那些跟實況主打的素材，其實剛剛好是可以發1個禮拜的。那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吧，我可以弄一個實況主挑戰週的一個主題的發片主題，對，就是應該大概下個禮拜吧，差不多下個禮拜左右，我就會開始一個實況主挑戰週，就是那個禮拜啊，所有的那個影片都是跟那個印尼服的實況主打的這一場比賽，對，那剛剛好像就7部還是6部，7、8部吧，應該是。那裡面那些實況主應該大家都會知道是誰，例如說什麼Reborn ID 啊，或者什麼 Carlos 啊，或者是這個 Adam 那些都會出現在那個實況主挑戰週裡面。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就可以期待一下。對，那另外一個話題就是這個，我相信很多人已經期待很久，因為我大概在半年前已經不停的收到。斷斷續續都收到一些觀眾在留言跟我說，問我一個東西，就是究竟你什麼時候開直播？對，這個問題是我這半年間斷斷續續已經回答過很多次。那其實啊，我不是太想開直播，但是這個原因你問我的話，其實就很簡單了，就是那個語言問題啊。因為我的那個母語啊是中文，那這個遊戲我的受眾其實啊。你可能會覺得是用中文的那些觀眾比較多，那其實我的那個觀眾群呢，是由這個台灣人，然後韓國人，然後印尼人這3種平均組成的。所以的話，我開直播的話，基本上就會有2/3的那個受眾啊，觀眾啊會看不懂、聽不懂。對，所以的話，其實我是不太喜歡開直播。那但是你們一直問的話，我就覺得你們應該是不介意聽不懂，那你們應該就可以只看這個畫面，看我唱的畫面。對，那我應該是會在直播裡面說中文跟這個英文的。那其實如果你是印尼觀眾的話，或者是其他國家觀眾的話，那你可以嘗試用一下英文跟我交流吧。我如果有那個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話，我是會用英文回答你的。對，那這個就是我開直播的一個預告吧，算是大概是這幾天吧，這幾天開直播，那就簡簡單單開個1-2天吧，就當做是實現一些看了我很久的一些觀眾的一些願望吧。對，那而且再看看成效如何。
對，那這個是第2點我要說的話。那第3點是什麼？就是剛才所說啊，我有因為那個語言問題就不開直播。那但是為什麼我的影片啊會有那個英文、印尼文跟那個韓文的那個語言配音？那其實很多人都猜到它是 AI 弄的。那但是有一點不对的地方是，它不是 YouTube 的 AI， 就是它不是 YouTube 的那個預設 AI。因為大家知道吧，現在 YouTube 已經有什麼 AI 配音了嘛，就是它會有個類似自動配音的東西。那但是我這個 AI 不是的，我這個是用其他另外的軟件做的，所以的話為什麼它這個 AI 的聲音那麼像我，就是這個原因。那就這邊就統一回答一下。所以的話，但是有這麼像我那個 AI， 就是又那麼比這個 YouTube 的那個 AI 配音好那麼多的那個 AI 配音，那有什麼那個我需要付出的東西？那就很明顯了，就是需要我的金錢。那現在我發一部競技場素材，我的成本大概是落在這個$5到$8左右。对，所以的話是非常之高昂，所以你每一部看我發的一部影片啊，你都會看到我的金錢在燒。所以的話，如果你真的想支持我的話，也是以前的劇。如果你想支持我了，請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。對，那因為也是那句 ，YouTube 是可以賺錢的，但是我的頻道還差一步，就是我的訂閱數還沒到這個 YouTube 能賺錢的那個境地啊。那雖然最近那個 YouTube 我的頻道的訂閱是真的漲了不少，那但是還遠遠還沒到達這個1000訂閱這個門檻呢。都是的話，如果你真的要支持我的話，請訂閱一下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再出一份力的話，那你就等我開那個會員頻道，然後你就加入我的會員頻道，那就可以令到我幫我分擔這個 AI 的費用啊。对，那像剛才所說，因為我發一部影片，就算是短5分鐘啊，我要花的那個錢都是落在這個$5到$8的那個價格裡面。說的話，我一年是會花個$1000多在弄這個頻道了。說的話，如果你真的要支持我，就記得訂閱我跟加入我的會員頻道。對，那大致上就這樣。那如果我之後真的那個收入在這個頻道收入就多了起來的話，我就會發更多影片在這個會員頻道裡面，就當做感謝啊你們的支持。對，那我們說那麼多，現在已經來到這個第3局了，遊戲裡面。那現在是已經技能階段已經完結了，那來到這個通常因為我以前所說嘛，這個遊戲有分基本功階段、技能階段。那其實啊，當這個兩邊那個 cycle 完結的時候，其實它就是一個循環，它就會從那個技能階段回來這個基本功階段。說了剛才那個就是那個第2輪的基本功階段，那我們就拿下。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啊，那第4回合的話，我們就來到了基本功階段的話，我們就打吸血鬼怎麼打？那其實這個吸血鬼他已經不是第一場跟我打了，因為他好像這個是那天我跟他打，好像遇過他1、2、3、4次還是5次，忘記了。那這局是第5局，就是最後一局。那最後一局他好像發現了我的打法，就是他发现他以前那種用吸血鬼把人壓制住的那個打法，好像跟我打不可行，因為我的操蟲很明顯就是比他更能壓制他。那所以呢，他的打法比較傾向這個類似游擊的打法，就是他沒能量的話，他會在這個場地裡面不停的跑，然後跑了之後有能量再來抓我，或者是再來跟我打。但是我的打法就是我肯定要不停地追着他打，因為一來啊，我的打法那個風格是這樣，就是我是会不停地咬着一個對手，不停地追着他死為止，那是我的風格。所以的話，通常我會被一些比較傾向游擊打法的玩家克制住，就是會被他 counter， 但是很正常的，因為通常你知道 hit and run 就是對付那種不停追逐的打法是一個最好的 counter 方法。對，所以的話，我是打那吸血鬼，在這回合是打得比較吃力一點，因為基本上我追過去，他就會用了吸血鬼變成那個蝙蝠來
進行反擊。那你可能想說，那他變蝙蝠，你直接拿個超时空重擊抓他，或者是 air dash 抓他，不是行嗎？那其實啊，這個又是關於這個吸血鬼的一個機制來的。那吸血鬼有什麼機制？如果大家記得的話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概4個月前吧，我有一部影片又是打這個吸血鬼。那裡面我就有提到過一點，吸血鬼有一個特別機制，就是當他變那個蝙蝠的時候，所有的追蹤型技能、追蹤型武器、追蹤型攻擊都會變得無效。什麼意思？就是我的 Air Dash 大家知道一點，我的 Air Dash 是有這個追蹤功能的，就是前追蹤，直接把我這個人飛過去嘛。那當它變成那個蝙蝠的時候，我的追蹤功能就會失效，那就會我的 Air Dash 就等於我的 Air Dash 就會失效，抓不了它。所以的話，如果他善用這一點的話，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導致我超时空所有攻擊都失效了。所以對我來說，這個對手是有一點麻煩的。那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看他的方法，就是利用自己的那個反應。什麼反應？就是你要抓他變成人類的那個時間，就是他变回人的時候，你才去抓他。对，這個就是基本功一環，就是我說起來，你聽起來好像那麼的平平無奇，但是這種事情要做到的話，其實就很吃你經驗。對，這邊的話衝過去，然後他就會讓我抓到，對，因為他是人類狀態，所以我們就要把握住這個人類狀態來抓他。所以這邊的話呈現一下，再抓他。OK， 抓到，那我們就不要吝嗇任何一個能抓到他的一個時機啊。OK， 這邊看到我直接從他身上飄過去，是因為他已經變成這個蝙蝠狀態，我是抓不到他的。OK， 哇，這個 SD 其實也是挺痛啊，它不只是痛，而且它有吸血功能，導致它可以把我吸很多血，就是它有血量增加的同時，我的血量有扣減，而且它真的吸很多，所以我覺得那個 SD 其實也是挺好用的。OK， 這邊抓到。那他應該死了。OK， 不錯。那打游擊玩法的話，其實對付這種玩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抓他那個破绽。OK， 那被抓到的話，直接消記憶，然後直接給他一道黑毛 combo， 那應該就完結了。OK， 那就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